尊敬的幼教同仁们，大家好，我是洪秋云，来自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很感谢大家今天与我相聚在云端，共同探讨关于幼儿园教育中一个核心议题：如何在日常教学实践中，通过差异化教学，支持每个孩子独特的发展。差异化教学不是一刀切，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发展速度、兴趣爱好、学习风格、节奏都不同的幼儿。接下来，我将从环境调整、材料适配、兴趣引导、同伴支持这4个维度，分享如何在日常教学实践中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支持策略。在分享相关策略之前，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差异化教学就是将幼儿进行分层教学或者区别对待，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差异化教学不等于，更不是标签化。相信老师们都知道，在同一个班级中，幼儿的认知、语言、社交能力的差异可达到1到2岁的发展区间。幼儿园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我们的课室环境、教学内容、活动组织方式等方面，随时需要做出动态的调整。那如何进行调整呢？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4种差异化教学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弹性环境创设。环境是第3位老师，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调整活动环境，这包括第一个，感官友好设计，为听觉敏感型幼儿提供降噪音耳机，为光线敏感的孩子可以创设柔光的区域，为活跃型幼儿设计体能消耗路径，比如将绳子绑在幼儿经常会进出的地方，幼儿需要钻、跨、跳等动作，这样不仅可以消耗幼儿的体力，也能自然地进行体能锻炼。第二，物品灵活摆放。如果幼儿需要多练习下蹲动作，教师把幼儿常用的物品放在较低的地方。又比如，教师可以缩短取放玩具所经过的那个距离，减少干扰，以免幼儿在取放玩具的时候分心。第3，座位合理安排。如果幼儿受肢体不便影响，坐在地板搭建积木感到吃力时，教师可在建构区放一张桌子和一把小椅子，让他们站在桌旁或坐在椅子上搭建。如果幼儿有视力和听力问题，那就安排他们坐进靠近座位的一个声源。对容易分心的幼儿，就安排坐在前排靠近白板或老师。对感官敏感的幼儿，其座位安排要远离噪声较大的声源，比如空调机、吹风机。对一直会离开座位的幼儿，教师可以用他喜欢的贴纸、玩具放在座位上，来吸引幼儿坐在座位上。对转换活动会感到紧张的幼儿，教师可将作息日程表贴在合适的位置来提醒他们，或安排小助手来提醒他们即将进入下一个活动，给他们心理准备。第4，工作区域的规定。有些幼儿在操作学具或者材料时，常常会用手去拿别人的用具。教师可以提供材料的盒子、盘子或者垫子作为他个人的工作区。第2个策略是灵活调整材料。差异化教学的核心在于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以支持不同能力水平的孩子。教师要从统一工具的观念转化为个性化的资源的提供，即材料应贴合幼儿的发展阶段和学习目标，
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调整。第一，改变摆放位置，将幼儿喜欢的材料放在高处或者透明的箱子里，可见不可及，可以激发一些不愿开口说话的幼儿寻求帮助。对容易分心的幼儿，教师可以要求幼儿一次只能够拿一种材料，每一种材料都设置固定的专属篮子或者盘子，提供不同的尺寸。对有视力问题的幼儿，可以提供大号的学具或者立体的学具来吸引他们注意力。对书写控笔有困难的幼儿，提供描红或放大的田字格。教师也可以为他们准备握笔器，甚至呢，可以在铅笔上绕几圈胶带或者海绵胶。对翻页有困难的幼儿，教师可调整材料的硬度或者厚度。例如，教师可以在每一页的右下角可以粘贴一些海绵胶，或者提供布书或硬页书。如果因手部的不协调造成进食困难，教师可以使用特制的适合他们使用的勺子，或加粗勺子的握把，或改变握把的形状，或使用辅助筷子。如果幼儿不能够独立折叠衣服，我们可以为孩子提供折衣板。第三，多样化呈现方式，比如在艺术活动中，对一些使用管装或者瓶装水粉颜料有困难，教师可把颜料调好，放在泵式洗发水瓶或者洗手液瓶子里供幼儿使用。对一些很喜欢参加音乐活动，但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发展出语言的能力，或者不愿意发声，在歌唱活动中常会出现着急或者干扰活动的行为。教师可以给幼儿提供跟歌曲相关的物品或者一些道具，来支持他们的参与和表达。对视力有问题的幼儿不能够去阅读和操作一些平面的材料，教师可以为他们制作立体教具，准备一些立体的书籍或者实物的场景，或者我们可以调整教具的色彩，比如使用明亮、对比比较强烈的颜色的材料，来增加视觉的刺激和线索。第四，多种模态选择。在益智活动当中，对不同能力幼儿提供不同难度的材料，比如拼图活动，我们可以为幼儿提供4片、8片、12片，甚至20片等不同难度。幼儿按照自己的能力自选并逐步挑战。在书写任务中，允许幼儿使用蜡笔、触屏或者字词贴纸，或提供半成品的书写材料，减少精细动作差异的阻碍。在课堂教学互动当中，允许幼儿用说的、用画的、用纸的，甚至表演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需要。在曲角活动中，为视觉型、听觉型或动觉型的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工具，如触觉字母板、语音故事机等等，或者提供开放性的材料，比如像积木、纸张、布料等等，让幼儿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不但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也能避免唯一标准答案的压力。第三个策略是善用兴趣引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的学习动力往往源于兴趣。以好奇心驱动学习，将幼儿的兴趣点转化为教学的切入点。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第一个，可以制作兴趣量表，可以通过绘画或者访谈制作孩子近期排在前3位的兴趣量表。比如说，第一个兴趣是汽车，第二个兴趣是饼干，第3个兴趣是蝴蝶，
那接下来就要为他们的兴趣提供展现的平台，例如我们可以设置兴趣小区，在科学区为喜欢汽车的幼儿设计车轮摩擦力的实验，整合数学和科学的探究。在扮演区，我们可以为喜欢蝴蝶的孩子设置3只蝴蝶的表演游戏，整合语言和社会交往的学习。第3，巧用喜欢的物品。对一些幼儿不愿意或者很少进入某个区域，教师可以在区域放置他们喜欢的物品来吸引他们。在集体活动时，有些幼儿常常会急躁不安，并尝试离开座位。教师可以在活动开始前给幼儿他们喜欢的又不会发出声音的玩具或物品，来吸引他们参与活动。又或者，教师可以安排一个幼儿喜欢的活动，比如音乐活动，帮助幼儿尽快准备好进入集体活动，或即将转入到另外一个活动。在午睡时不愿意躺下或到自己的床上，教师可以让幼儿抱着他们喜欢的无声的玩具，比如小熊或一本书入睡。善用喜欢的人物。对一些不愿意参与区角活动的幼儿，可安排他们喜欢的同伴或者老师在此区域，也可请他喜欢的人，比如老师或者同伴，来带领他参与活动。如果户外活动结束后，幼儿不愿意进入活动室，可以让幼儿喜欢的朋友陪同他回到课室，让他们更安心，并告诉他活动室会有他喜欢的活动，来吸引他回到活动室里。在实践中，大家是否发现，有时小孩教小孩的效果会比成人教小孩来得更好？你有类似的经验或观察吗？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第4个策略，是同伴多元支持。在幼儿园的班级里，同伴可以成为重要的协助资源。同伴支持不但非常有效，而且具备社会性，同时也可以缓和因保教人员不足而无法实时兼顾有额外学习需求的幼儿的问题，让差异成为协助的优势。在介绍具体策略之前，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小魔术。在一间课室里面，一般都会有不同能力的水平孩子会在一起。我这边有3条不同长度的绳子，代表不同能力水平的孩子。这个绳子最短的这一条呢，代表能力最弱的哈；中间的这一条代表能力一般的，还有一条最长的，它是代表能力最强的。那在班上，这个3种的孩子都会来到我们班上，能力较弱的孩子来到我们班上，然后呢，能力一般的孩子他也来到这个课室。 OK， 好，那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呢，他也来到了这个课室里面。好，他们都进来了。 OK， 好，那他们全部是在同样的一个课室里面，对吧？都在同样的一个课室里面。在里面呢，能力比较强的他会帮助能力比较弱的，能力比较强的他会帮助能力比较弱的。那如果我们经常给予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时间之后，这3个能力水平的孩子，他其实能力可以怎么样取在相当的一样的位置，他们的智语也相对会缩短。大家看到了吗？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同伴协助资源。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第一，可以尊重幼儿的意愿。差异化教学不仅依赖老师，还可以借助同伴的支持的力量。但教师在安排稳定性、责任心强、有乐于助人的同伴的同时，也要尊重普通幼儿的意愿。第二，我们也要强调轮流协助。教师要注意，不要给每名特需儿只安排1位同伴。要请多个的普通的孩子参与协助特需儿的学习，以免造成对协助工作的厌烦。同时，教师呢也要适时鼓励、肯定同伴的支持者，公开的赞美同伴，或者用肯定的眼神、拥抱或者轻拍肩膀，
提供特别的活动等方式，及时肯定同伴对特需儿的支持。第三，我们也要明确的任务要求，同伴必须清楚如何做什么。教师要清楚的让普通孩子知道如何支持特需儿，协助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比如穿鞋子的时候，普通孩子可以带特需儿来到鞋柜处，但拿鞋子、穿鞋子，特需儿要自己尝试的去做。普通孩子呢，只是需要确认他有没有拿错鞋或者穿反鞋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也要鼓励多样的帮扶的方式，比如说在驱脚活动当中，如果特需儿总是一个人玩，教师可以找一个活泼又随和的同伴成为他的玩伴，帮助他从做他喜欢的事情开始，再慢慢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又比如在上厕所的时候，如果特需儿不会自己站立小便，教师呢可以安排与其关系比较好的男同伴带他去上厕所，引导他模仿和学习。在转换活动时，特需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排队。教师可安排一名熟悉活动流程又很自律的同伴和他分在一组，可以提醒他或者牵着他的手一起到户外。在餐点环节，教师可以请2名同伴拿着不同的点心来引导特需儿主动表达要哪一种点心的愿望。在积木建构区，如果特需儿不和同伴互动，选择自己搭建停车场，那同伴可以自发的拿着小汽车在停车场的路上驾驶，来吸引他，然后呢开始一些有意义的互动。在谈话活动中，如果特需儿的发音不清晰的问题，教师可以安排语速适中、吐字清晰的同伴和他坐在一起，可以帮助他去改善发音的一些问题。幼儿园教育本质上就应该是具有包容性的，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是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幼儿园教育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幼儿园教育就应该具有包容性。差异化教学的本质是要看见每一个具体的孩子，是用专业发展的眼光发现孩子的独特性。差异化教学不是一套固定的方法，而是一种尊重个体差异、灵活调整，以幼儿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智慧。我们不能要求幼儿适应教育，而是要让教育来适应幼儿。差异化教学，它不是要增加工作量，或者要做得更多，而是要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去做得更好、更巧。处在生命成长最初始阶段的幼儿，他们的知识经验是很有限的。让我们一起从明天开始迈出差异化教学第一步，通过教师对环境、材料的灵活调整，善用兴趣引导和同伴支持的策略，我相信所有的幼儿都能够绽放生命的色彩，都有自己的成长的轨道，并从中感受到我能行的自信和成就感，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